嗨，大家好，这个视频呢是北京网友在9月3日阅兵结束后，各检阅装备撤离北京市区时所拍到的画面。距离之近，清晰度之高，甚至优于天安门现场观众的拍摄，堪称第二阅兵现场了。拍摄地点呢，从画面上的标志物来看呢，左边有明显的地铁玉泉路站的标志，前面一点呢是一个公交站台，中间有一座过街天桥，远处2座高楼。而右侧的马路对面呢，则有巡逻警务站的标志。我们在百度街景图中很快就能找到这个相同的位置了。左边的公交站台，右侧的巡逻警务站，以及中间的天桥和远方建筑一模一样。这个位置呢，基本上与长安街成一条直线。各型装备正是由东向西，先经过天安门完成检阅后，径直向前进行推长的，一个弯都没有转。有过多年阅兵经验的北京市民，尽管无法受邀到天安门现场观礼，但却早早守候在了这里，进行各型装备的2次检阅。这拍摄距离确实够近的啊，清晰度喜人。当然，退场就不是按照阅兵的顺序了。首先开过来的就是首次展出的海上4大天王 HZ211 到214，就是鹰击15。这是一款超燃冲压超音速反舰导弹。之前视频也提到过，由于超燃冲压弹体型过于巨大，因此歼15和舰上吹发系统都难以装载，大概率是依托舰上的倾斜发射箱进行发射。紧接着过来的鹰击19是一款吸气式高超音速反舰导弹，从 HZ221 到224也是4辆车，总共8枚。鹰击19也是采用了超燃冲压发动机，但与前面的鹰击15 4个进气口的布局不同，它采用腹部1个进气口，将空气送入发动机。后面助推段的作用主要是先将弹体推至45马赫后，超燃冲压发动机才会启动。后面的鹰击17的助推段明显更为粗大，是因为它要将弹体推至更高的临近空间，而后乘波体弹头再进行滑翔并完成攻击。粗大的弹体其实也制约了鹰击17，只能装在052或052D 的大直径垂发单元中使用。而前面的鹰击19则不同，纤细的直径还能塞进我军潜艇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中进行发射。接下来的鹰击20也是4辆车8枚，简单来说就是把鹰击17的乘波体弹头换成了双锥体弹头。双锥体弹头的特点呢，就是其动能和穿透力很强，可以在末段近乎垂直的攻击目标。后面过来的 HZ311 到314为 AMB 012式轻型鱼雷，一共4辆车，每辆2发。在后面的 HZ321 到324为 AJC 051式反潜导弹，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火箭助推段可以高速攻击敌方潜艇。然后 HZ331 到334为 AQA 010式重型鱼雷。最后的 HZ341 到344就是 AQS 003A 式智能水雷了，上期视频已经介绍过了。FK21到214呢是红旗11近程防空导弹，属于末端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主要用于拦截固定翼作战飞机、直升机、巡航导弹和空地导弹等等。接下来的4辆车是红旗20，主要是将射距拉长为中近程防空导弹。
后面呈田字形排列的就是红旗 22A 为中程防空导弹。之前出口给塞尔维亚的是外贸版，与我军自己的装备相比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减配。而这次的红旗 22A 则是对我军此前装备红旗22的再一次升级。这个呈品字形排列的就是红旗 9C， 是我国远程防空导弹。9C 相比 9B 来讲，缩小了弹体，但却增加了侧推火箭，同样陆舰都能够使用。后面从 FK251到254就是千呼万唤的红旗19了。这款科工2院的中末段反导武器一直都很神秘啊，直到去年珠海航展才露出真容。红旗19都亮相珠海了，那就证明更厉害的红旗29也快出来了。没错，红旗29这款作用于外太空的远程反导大杀器，终于在这次阅兵亮相了。编号从 FK261到264，红旗29基本与美国的 GMD 陆基中段防御系统大致相当。在实际应用中呢，将与红旗19组成双层国土反导拦截体系。在红旗29进行首次外太空中段拦截后，红旗19再进行2次评估，并进行末端拦截。再点支援了，后勤，这啥？接下来的 XZ 开头的装备呢，都是信息作战装备了，此前也给大家介绍过了。这边驶过来的 HF 开头的为后勤防护模块的各种装备。好的，这边到了 LZ 陆战装备。看来在退场时，打头阵的陆军装备被安排在了后面。这边呢，从 LZ211开始就是105毫米轮式突击炮车，采用了105毫米线膛炮，主要装备于我军的海军陆战队。炮管还有绳子绑着，运输接下来从 LZ231到234为 ZLB08A 式轮式步兵战车，也同样装备于海军陆战队。从 LZ241到244为 PL09A 式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就是在广场上是都站出来，然后现在就有站有的不站了。哎，来远火，来远火，终于来远火了。这要是支起来就帅了。那个履带坦克之后的，支起来天桥过不去。从 LZ411到424共8辆车，就是 PHL191式远程箱式火箭炮了。前面每辆车2个4连装，一共8管的，是可支持370毫米火箭弹发射的。远火系列应该是东南某岛最为关心的武器了吧？后面从 LZ431开始就是2个单装远程箱式火箭炮了，750毫米的火箭弹已经属于战术导弹的范畴了，发射成本可要比短程弹道导弹低得多。
FK31系列之前没怎么说啊，其实也是一款激光武器，是专门对付无人装备的低功率激光反无车，陆军使用。前面的激光发射口被盖子盖住了，但明显比海军使用的 YL1激光武器功率来得小。FK32系列是 PLB625末端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它上面既有类似1130那种高射速的近防炮，又有小型的近程导弹，是我军装甲部队集群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FK33系列应该是之前 PLB625的升级版，也是一款弹炮合一的末端防空系统。FK34开头的呢，也是一款激光武器，是高功率激光反无车，不过激光武器和雷达都收了起来。FK35系列呢是新型的高能微波防空系统，这个值得说一下啊，它主要是通过集中投射微波能量来破坏或摧毁敌方无人机中的电子设备，有点类似 EMP 电磁脉冲武器。面对无人机群攻击时最为有效，成本相比防空导弹和激光武器都要小得多。接下来的 XZ 信息作战装备呢，都是一系列的网络作战装备车以及电子对抗装备车等等。接下来终于到了 WR 无人作战装备了。WR111到114为 ZRY222 履带式无人火力支援车，也叫做履带式反坦克机器人。WR121到124为 ZRZ100 轮式无人作战车。WR131到134为 GPJ221 履带式无人破障车，可以看到前面有类似吊装的工具。WR141到144就是 CWB221 轮式无人运输车以及机器狼了，也有叫做机器狗的，不过这并不重要。运输车上面还能看到无人机。以上这几款无人陆上武器，如果被大量装备在俄乌战场，相信会轻易打破战场的平衡。也难怪耿爽在联合国大会上回击美国人称，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补给，那战场的局势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耿爽的话含金量仍在上升。再接下来就是无人海上装备了，上期视频已经重点介绍过了，分别是 HSU-100 无人潜航器、隐身无人作战艇以及 AGX-002 无人布雷系统。巨大的身躯从路上驶过时还是非常震撼的。下面又回到了 HZ 海上作战模块了。HZ111到114是海宏基 9C 远程舰空导弹，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昨晚看见吗？看见，我都没注意。差不多。然后 HZ121到124为红旗 16C 中远程舰空导弹。
HZ131到134为海红旗10近程舰空导弹。火箭弹吗？这是啥？火箭弹？高射炮？深水炸弹？哎，真蒙上了，又得蒙上了，又蒙上了，机关不给人看啊！来了，来机装。最后的 HZ141到144就是 LY1激光武器了，不过退场的时候同样也全部给包裹了起来。我们看到上面的激光武器并不大啊，但却用了如此巨大的特殊车辆进行运输，内部空间非常之大，可见登舰后将是一款高性能的激光武器了。跟在后面的就是 FK 防空模块的各种雷达天线了。最后开过来的就是 ZL 战略武器了。尽管陆军装备中的99B 主战坦克和100式无人炮塔坦克没见到啊，但战略武器却是一个没落。第2阅兵现场的观众也确实非常幸运。ZL111到124长剑 20A 空基巡航导弹将由轰6系列挂载发射。这个拖车就能支在上面，看起来不那么简陋。当然，肯定也不用这车发射的。ZL131到134为鹰击 18C 远程隐身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前已经介绍过弹头前方的那个光学窗口了，从这里拍过去，明显比直播画面还要清楚。哇 ZL141到144呢是长剑1000超远程陆基巡航导弹，弹头藏在里面看不到啊，所以采用的技术尚不可知。但以长剑100射程达到3000至4000公里测算呢，长剑1000的射程有望突破6000公里。长剑1000没什么声都，来两个，留两个眼睛看。下面开过来的从 ZL211到224为鹰击21，机载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从弹体上方的挂钩显示，可由轰6携带并空击发射。来了，成模底来了。来，马上东风17了。来了，大的来了。无人机吗？不是。东风17成模底导弹。ZL231到234为上届阅兵的明星装备东风17了，但6年过去了，人气依旧不减，就连执勤的警察小姐姐都忍不住不停地回头观望。26，哎，对，东风26D。ZL241到244为东风26D 远程反舰弹道导弹。以上3款武器都是打击敌方航母的大杀器啊！当然了，千呼万唤但并未使出来的东风27，恐怕只能留待下次阅兵才能一睹真容了。是吗？
接下来的 ZL311的314为惊雷1型空射战术弹道核导弹。可能在这里的人没有听到阅兵现场的介绍，不知道它叫惊雷，也很容易跟后面的巨浪3弄混，现场没有人能叫出它的名字。后边再接下来的 ZL331到334就是出乎所有人预料之外的东风61陆基洲际弹道核导弹了。它巨大身躯的出现也引起了现场一众人等的惊呼，确实霸气。很多人说，之所以在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上跳过51而直接上东风61，是因为我国已经有了东风5系列，包括东风5B 和东风5C 都出来了。不上东风51是为了避免跟东风5系列混淆。当然了，也有人认为东风51是另一种设计思路在秘密研制中。那么在官方说法确定之前呢，各位就见仁见智吧。而后面登场的就是东风31BJ 了，为东风31系列最新改进型。BJ 是什么意思呢？显然不是北京啊。按照东风31此前的命名习惯，31A 为31甲，31AG 为31甲改。那么东风31BJ 中的 B 应该就是乙的意思了。那么 J 呢？考虑到官方已经披露过，东风31可以通过16轮发射车公路发射、铁路发射以及发射井发射等多种发射模式，那么这个 J 大概率应该是井的意思了。换句话说，东风31BJ 即东风31乙井的意思。最后开过来的就是东风5C 了，以3辆特种装备车分别将弹头、2级火箭和1级火箭拆开展示出来。东风5C 仍然采用液体火箭发动机井基发射，也是目前我国射程最远的洲际核导弹。好，本期视频我们就是以这个视角再重新观摩了一次93阅兵的装备，还是要感谢军迷的辛苦拍摄。等以后随着这些新装备技术参数的曝光，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解读吧。那本期视频就要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后面还有哪个就是前面就有两个，一个这个，前面有3个，一个尖的，然后圆的，再长的。